萧炎目光从林燕身上转移而开，缓缓扫过场中，旋即眼眸一眯。此刻的广场虽然极其混乱，但在这混乱的广场中，依旧有着4个相比较而言要显得安全许多的小圈子，而把守着这4个小圈子的主人，赫然便是凤青、穆青鸾、唐英、王晨等4人。4人的气势此刻都是保持在斗皇巅峰的层次，脸色冰冷地望着四周那些混乱的战场。任何敢踏足他们圈子范围的人，都是会在第一时间遭受到最猛烈的攻击。他们4人的实力，基本算得上这里的拔尖之辈。虽说场中有着几人同样表现不弱，但他们明显也是不敢来随意的碰触这4人。场中的混乱依旧在持续，但整个广场就犹如变成了一个筛子般，不断的有着人被从中剔除而出，而能够停留在其中的人，也是在迅速变得稀少起来。而随着人数的迅速减少，广场上的混乱倒是逐渐的变弱了下来。而特别是当场中人数降到只有11人左右时，混乱的广场顿时直接出现了一种异常的安静。11人各自分散在场中各处，在喘着气时，也是彼此警惕对视。萧炎目光扫过场中，旋即哑然失笑的发现，林燕那家伙居然也在其中。不过此刻场中实力最弱的便是他，其余10人除了凤青儿4人外，大多都是7星乃至8星的强者。当然，他之所以能够坚持到现在，他那怪异的身法斗技倒是功不可没。林燕这一枝独秀，自然是比较容易吸引人注意，能够以4星斗皇坚持到现在，还是这么多届4方阁大会上出现的头一遭。当然，这种好运自然是不会一直陪伴着林燕。就在场中11人略作调息后，当下便是有着几道不怀好意的目光转向了他。其中一名实力达到8星斗皇的红衣男子，更是脚掌一跺地面，身形如箭般笔直爆射向林燕。见到居然突然惹来一名8星斗皇，林燕脸色也是微微一变，那怪异的身法顿时施展而出，险之又险的将来者那凶悍一击闪避而去。与此同时，其步伐也是急忙后退。一击无果，那红衣男子却是冷笑一声，手中大刀挽出一朵刀花，身形一动，如枯骨之躯般紧随而至，手中凌厉的刀芒不断的逼得林燕迅速后退。银幕上，萧炎已经是站起了身来，微眯着眸子望着险象环生中的林燕。他自然不会看着林燕死于别人刀下，如果真到了那关头，他自然是要出手相助。不过似乎有些不对，目光紧紧地盯着一追一赶的2人，萧炎眉头突然一皱。在先前的红衣男子有着好几次击伤林燕的机会，但却并未出手。看其这般模样，反而更像是在故意追赶着林燕一般。略微沉吟，萧炎眼神猛地一凝，顿在了那距离林燕最近的一名面色森冷的黄袍男子身上。此人萧炎并不面生，因为他正是黄泉阁的那位王晨。此刻的他正犹如一条毒蛇般的望着那距离自己圈子越来越近的林燕，嘴角有着一抹淡淡的阴冷之意。那家伙想把林燕逼进王晨的攻击圈。萧炎心头一凛，这家伙倒还真狠，居然是想要借刀杀人。就在萧炎发现红衣男子意图间，那急速后退的林燕脚步却是终于一步踏进了王晨的攻击范围。林燕脚步刚刚踏入那个圈子，一股寒意便是涌上心头，旋即他便是见到面前的红衣男子正一脸阴笑的急速后退，眼角向后一瞟，却只是见到一道蕴含着无穷杀意的黑色匹链如毒蛇般的对着其喉咙爆射而来。停，我认输。面对着这道黑色匹链攻击，林燕顿时头皮发麻。他与王晨之间差距太多，即便有着身法之助，也并非是他的对手。对于林燕的叫声，那王晨却是一声冷笑。他生性嗜杀，出手必见血，哪有收回的道理？妈的，你个不要脸的王八蛋！见到自己即便自动认输，这家伙依旧是不依不饶。林燕也是脸色苍白的怒骂道：“骂归骂，关键时刻，他那怪异丑陋的身法也是急忙施展而出。”身形在诡异摇摆间急速后退，砰！黑色匹链如毒蛇般射来，旋即重重的轰击在林燕肩膀处。噗嗤！遭受重击，林燕顿时一口鲜血喷出，身体朝着地面划出几十米的痕迹。若非先前避开了要害，恐怕现在的他早已经毙命。场中这一幕也是引起了场外一阵阵的嘘骂声。在对方认输后，依旧下手如此之狠，王晨此举看上去倒是有些显得卑劣了。对于场外的嘘声，那王晨却是理也不理，眼神阴寒地盯着林燕。对方先前的骂声明显激起了他心中的杀意，当下阴冷一笑，身形手掌一握，两柄修长的漆黑匕首便是自袖中滑落而下，身形闪电般的射出，一个眨眼间便是出现在了林燕面前，手中匕首没有丝毫迟疑，直接化为一道黑芒，刁钻狠辣的刺向根本来不及闪避的林燕胸膛。妈的，这家伙真不要脸，真是丢黄泉阁的脸。若说先前王晨的举动只是引起一些嘘声，现在则就是彻底激怒了不少人。当下一道道怒骂声皆是铺天盖地的传出，那众多的骂声
对于王晨来说，似乎只能令得他脸庞上的笑容变得更加森冷，而手中动作却是丝毫不减。而那林燕则更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泛着寒气的黑芒对着自己要害刺来，而其却是没有丝毫的闪避之力。要死在这里了吗？一道低低的自语声在林燕心中响起，而就在其准备闭目等死之际，一道吸力突然自后方暴涌而出，而其身形也是不由自主的暴退。旋即他便是感觉到一只温暖的手掌拍在了其肩膀上，然后一道似曾熟悉的无奈声音毫无预兆的在耳旁响起：你这家伙没事来这种地方掺和什么？耳旁突然间响起的声音令得林燕一怔，脑中思绪停滞了瞬间，旋即眼睛猛然一瞪，陡然转过身。而当其见到那张陌生的脸庞时，眼中迸发而出的狂喜却是化为一股愕然。嘘，别出声。见到林燕那愕然神色，萧炎却是一笑，低声道。再次听得这熟悉的声音，林燕也是立马反应了过来，眼中迅速涌上一抹难以掩饰的激动之色，咧嘴笑着点了点头，用仅有两人听见的声音道：好小子，你怎么也到中州了？瞧得林燕那激动的脸色，萧炎笑了笑，摆了摆手，示意这里并非是谈话之地。见状，林燕也是清醒了过来，目光一扫，刚才那突然的变故明显引来了全场的目光注视，谁都能看出萧炎是突然进场，以雷霆手段将前者从王晨的手中救了下来。在广场的周围有着不少风雷阁的强者守卫，如今见到萧炎这般举动，顿时惊怒的闪掠而来，怒喝声在广场之上响彻而起：来者何人？为何干扰大会进行？十几名悲声斗气双翼的风雷强者悬浮天际，将萧炎包围其内，目光冷厉，手中锋利武器隐隐间散发着许些寒芒。突如其来的变故同样是有着出乎那王晨的意料，而在其回过神来时，阴冷的目光顿时凝在了萧炎身上，手中两把漆黑色匕首轻轻摩擦着，发出滋滋的令人心寒之声。大会规矩，凡是认输之后，则是不能再继续对其出杀手，但先前此人却是无视规则，诸位不去找他，为何还来问我？萧炎松开抓住林燕肩膀的手掌，抬头瞥了一眼那十几名风雷阁强者，淡淡的道：由于不想在这里便暴露身份，因此萧炎的声音也是被特意压制的有些嘶哑。听得萧炎此话，那十几位风雷阁的强者也是一愣，看了王晨一眼，先前的一幕他们自然也是看见了，但后者可是黄泉阁的人，而且现在那黄泉尊者可就还坐在席位上呢，这种情况他们这些人能做什么主？自然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谁也没想到中途居然闯了个萧炎出来，而且更让得他们没想到的是，闯出来的这个家伙居然还有些不识时务。那王晨的背景能用普通人的待遇来衡量吗？不过虽然心中这般想着，但他们自然不会大庭广众下说出来，毕竟此事的确是王晨不占理，萧炎出手相救，虽然有些不合规矩，但也是在情理之中。一个依靠运气闯到这里的废物而已，杀了就杀了，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不好多说，但王晨却是能够肆无忌惮，当下冷笑了一声，阴冷的声音中有着一种淡淡的不屑：你他妈的！闻言，性格有些火爆的林燕眼中顿时涌上一股怒火，脚步刚刚踏前一步，便是被萧炎抓住。被萧炎抓住，林燕只得狠狠一咬牙，偏过头不甘地盯着前者。在他记忆里，萧炎可不像是那种喜欢忍气吞声的人。黄泉阁的人看来也就这般素质，你能留到现在，也不过只是靠着黄泉阁的名头而已，没什么值得嚣张的。萧炎拉住林燕，目光望着王晨，也是冷笑道：对于此人，他同样是早就看不顺眼。闻言，王晨眼神顿时变得如毒蛇般阴寒起来，脸庞之上隐隐浮现一抹凝然之色。此刻的广场上，其他参赛者的目光也是望向了这边，而当一些人目光在萧炎身上扫了扫后，皆是眉头一皱，旋即摇了摇头，嘀咕一声不知死活。萧炎的表面实力被其特意压制在8星斗皇左右，以其如今的灵魂力量，莫说这些人，即便是废天这般强者，恐怕也是会难以看清其确切实力。不过唯有一人例外，那便是凤青儿。在他目光看到萧炎的第一眼时，黛眉便是微微一蹙，与生俱来的特殊感应令得他觉得面前此人似乎有种模糊的熟悉之感。黄泉阁如何？还轮不到你这个小辈来评论，你是何人弟子？说出来让老夫听听，能够教出这般狂傲的弟子，想必其师也有着一点本事才对吧？萧炎冷笑声落下没多久，那广场中央的席位上的黄泉尊者眼皮终于是抬了起来，瞥了一眼萧炎，淡淡的声音中噙着许些森冷味道。在说话间，黄泉尊者也是上上下下的将萧炎打量了一个遍，眼中划过一抹诧异。他一眼便是知道面前这人的容貌故意有所改变，而且最令得他惊讶的是，此子的气息居然也是有种朦胧的感觉。而就在其要深查时，却是感觉到对方被笼罩在一层极度炽热的火焰之内，
不过虽有诸多阻拦，但凭借他老辣的眼力，依旧是察觉出此子的实力，恐怕至少应该也是在斗皇巅峰层次。这种探视被阻拦的感觉，最令得黄泉尊者惊愕。以他堂堂斗尊阶别的实力，居然会连一位小辈的实力都是看不透。在黄泉尊者为此愕然时，一旁的雷尊者、风尊者、剑尊者等三人也是有此感觉，当下心中皆是有些讶异。黄泉尊者突然发话，萧炎眉头也是微微一皱，他没想到这种小辈间的争斗，这老家伙居然也会插话，当下冲着他拱了拱手，不卑不亢的道：“黄泉尊者倒是太看得起小子了，我只不过是就事论事而已。我这朋友事先已说了认输，但对方依旧下杀手，这般做法可是有些违背大会的规矩。其余三位尊者大人也都是看得清楚，想必心中也知道此事谁错谁对。”见到萧炎面对着4名斗尊强者，居然未曾有丝毫的慌乱，在场不少人心头皆是有些佩服，这般心态可不是寻常人能够具备的，毕竟斗尊强者哪个不是一方巨擘，即便说之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也并不为过。对于萧炎这般答话，也是有些出乎雷尊者三人所料，不过还不待他们答话，那黄泉尊者脸色却是阴沉了许多，声音冰冷的道：“口舌之力，雷尊者，解决掉这些小麻烦吧，不要耽搁了大会的进程。”雷尊者手指轻轻点在椅背上，脸庞上看不出喜怒，他淡淡一笑，目光转向身旁的风尊者与剑尊者，道：“呵呵，两位认为此事该如何？”这老家伙倒是狡猾，知道这种事容易得罪人。王晨理亏，若是太过偏向他的话，定会被众人以为风雷阁不公，对其名声不利。但若是不采取什么措施的话，怕又是会得罪那黄泉尊者，因此直接将这趟首山芋推给了风尊者与剑尊者。按照规矩办事吧，冲撞大会举办，不论何人，皆要重罚。不过念在此人是初犯，雷杖50下，逐下雷山吧。黄泉尊者语气漠然的道，那般语气犹如是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一般。当然，以他的实力说这番话，倒也的确有着资格。错可不在他，胡乱处罚，你这是想让雷尊者顶个不公名头了。风尊者一笑，瞥了黄泉尊者一眼，道。闻言，黄泉尊者眼神顿时变得阴冷了许多。黄泉阁本就不是什么以善出名，今日被萧炎当众放言讥讽，若是就这般放弃安然离去，损的倒是他黄泉阁的名头了。呵呵，风尊者倒是说的不错，虽说此人干扰大会，但毕竟事出有因，而且王晨那般举动倒是有些不将规矩放于人眼中，若是反而处罚此人的话，倒是有些说不过去。我看这样吧，各退一步，让此人带着他的朋友出场，大会继续举办，如何？剑尊者抚着一缕胡须，淡笑道。雷尊者一愣，旋即心中无奈的摇了摇头，这两个老家伙明显是想在这上面损黄泉尊者一把，不过他们说的也的确是在理，他风雷阁可不是黄泉阁，行事风格也完全不同，当下只能对着黄泉尊者歉意一笑。见到雷尊者那般神色，黄泉尊者脸色更是难看了许多，目光冰冷地注视着场中松了一口气的萧炎，脸庞上掠过一抹淡淡的凶厉之色，轻吸一口气，旋即平淡的声音抢在雷尊者之前传出：“既然你认为王晨只是靠着我黄泉阁的名头方才坚持到最后，那么本尊便给你一个机会，让你与他交手一次，不论结果如何，你可带着你的朋友安然而去，如何？”黄泉尊者此话立刻便是在广场上引起一片哗然声，而萧炎眉头也是微微一皱，这老家伙似乎并没有什么斗尊强者应有的气度啊！别理这老不死的，我们走。林燕脸色也是微微一变，拉住萧炎就欲出场。他没想到这老家伙居然会说这般话，王晨的实力他清楚不过，在这场中能与其相战的，恐怕也就凤青儿等屈指可数的几人。若是不敢应战，对着家师方向磕3个头，此事作罢，否则你们走不掉。王晨猩红的舌头轻轻舔了舔锋利的匕首，冲着萧炎狰狞笑道。萧炎漆黑双眸紧紧地盯着王晨，袖袍中的手掌缓缓紧握。打还是不打？全场目光皆是停在萧炎的身体上，他们都想知道，面对着王晨的这般挑衅，这位一直表现得不卑不亢的青年将会如何应对。虽然大部分人都并不对其抱什么希望，但出于对王晨跋扈模样的不顺眼，他们倒是希望萧炎真的能够跟这家伙斗上一斗。在满场目光的注视下，片刻后，萧炎终于是缓缓地吐了一口气。萧炎，不要冲动。见到萧炎这般模样，林燕脸色一变，急忙道。萧炎偏头冲着他笑了笑，然后轻易挣脱其手掌，轻声道：“放心，内院出来的人可不会比他什么黄泉阁的人弱。”话音落下，他缓缓朝前踏出一步，目光直视着王晨，淡淡的2个字，却是令得全场无数人瞬间热血沸腾起来。来吧！望着那踏出步伐的萧炎，广场之外顿时响起一片的叫好声。不管萧炎究竟是不是王晨的对手，
但他敢出来正面面对后者的挑战，光是这份胆气，便是足以让人暗赞。